大家好，欢迎来到日本超商美食开箱系列。之前的影片介绍了60样日本超商商品，还没有看过的观众可以点击资讯栏链接前往观看。而这支影片要来继续开箱评测50样日本超商商品，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样是 7-Eleven 肉多多炙烧鸡肉特制亲子冻，508日币，台币117。之前超商开箱影片说过，超商的冻饭类商品通常都不会踩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价钱也很合适。这款亲子冻的鸡肉量很多，而且都是嫩嫩的炙烧鸡腿肉，酱汁和蛋也给的很足，不会有干吃白饭的情况发生。不过小缺点是蛋的部分是全熟而非滑蛋。7-Eleven 黄金炖牛肉497日币，台币114。微波后牛肉与酱汁的香气四溢，让人直流口水。佐藤白饭204日币，台币46，可以常温存放的白饭，微波一下就能吃了。将黄金炖牛肉倒在白饭上，这样一份炖牛肉烩饭搭配起来是701日币，台币161。牛肉超级大块，而且原本以为吃起来会很柴，结果肉质意外的软嫩，搭配一夹就散开的马铃薯，真的超级美味。法式多蜜酱也很下饭，整体调味完全不输外面的餐厅，感觉换个白瓷盘可以卖1008日币。而且除了炖牛肉 ，7-Eleven 还推出了汉堡排、烤鱼、炖猪肉等等，超级迅速的就可以享用美味的一餐，简直是懒人福音。7-Eleven 铁锅炒饭454日币，台币104。之前都吃超商的冷冻袋装炒饭，这次尝试看看冷藏区的炒饭。一开始吃觉得还不错，不过由于饭粒过于硬，所以越嚼越累。配料的部分也不是很多，猪肉粒还特别咸，相较之下冷冻炒饭好吃多了，不会再回购。7-Eleven 软乎乎玉子蛋包饭519日币，台币119。番茄酱汁给的很多，味道偏酸，整体调味的还不错。不过个人觉得蛋皮稍厚且无味，整体来说只有酱汁，饭跟蛋皮有点单调。想要吃到滑嫩嫩的美味蛋包饭，可能还是要到专门店吃现做的。罗森鹿儿岛现产樱岛鸡南蛮冻549日币，台币126。有些罗森店铺设有街道厨房，贩售当日现做熟食。这个南蛮鸡肉便当就是其中一个品项。便当里铺满了白饭、高丽菜丝，4块裹满酸甜酱汁的炸鸡肉。虽然鸡肉应该是使用鸡胸部位，但是吃起来很软嫩，一点都不干柴。炸鸡块搭配塔塔酱更加下饭，旁边的生菜丝则负责清爽解腻的角色。之前有介绍过，冷冻炒饭不能在超商加热，不过应该是说大部分的冷冻食品都不能在店内微波，像这家店就有明确标示出来。不过我们这次入住的饭店有附设小厨房，所以想要大啖冷冻食品的话，可以提前选择有厨房的饭店。7-Eleven 特制香味油鸡上炒饭322日币，台币74。我每次吃这种冷冻炒饭都觉得很佛心，分量大又美味，重点是价格还便宜。这一款是曾经上过日本电视节目的 7-Eleven 明星商品，可以看到里面的配料都还蛮大块的，感觉很实惠。虽然整体来说的确很好吃，不过我个人觉得油感较为明显，所以我更推荐的是下一款。7-Eleven 札幌 Sumire 炒饭301日币，台币69，和札幌味噌拉面名店 Sumire 合作的炒饭，炒饭香气浓郁且调味适中，米粒口感湿润但不显油腻，相当的美味。7-Eleven 黄金玛格丽特披萨582日币，台币133。这款披萨是由连续2年在披萨世界锦标赛获胜的山本尚德主厨监修，也曾上过日本电视节目，似乎是非常厉害的商品，一样属于冷冻食品，不能在店内微波。可能是微波的关系，上面出现了许多油。我想如果用烤箱烤，卖相应该会更好。披萨饼皮吃起来超级 Q， 很有韧性。以冷冻食品来说，有被惊艳到，分量不大，很快就可以完食。
7-Eleven 关西风锅烧乌龙面517日币，台币116。如果要说 7-Eleven 的神级商品，我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推荐这个冷冻锅烧乌龙面。我是一个超爱吃锅烧乌龙的人，这个乌龙面可以说是我吃过的锅烧乌龙中的神中神。要注意不能微波，只能用瓦斯炉或 IH 炉煮。推荐像我一样加和牛或猪肉一起煮，简直是人间美味。乌龙面条滑顺 Q 弹，汤头柴鱼味浓郁，额外加入了和牛和猪肉油脂融入热汤中，超级好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天天吃它。罗森举办了创业季免费增量47% 的活动。罗森日式美乃滋鸡肉饭团160日币，台币36，这么大一个饭团才不到台币40，超级划算，拿起来真的有够重，难怪架上只剩2个了。打开饭团发现，就连馅料也是满满满，完全不会有咬一大口还是只有白饭的情况。里面的馅料是美乃滋、酱油、洋葱块、鸡肉，只能说日本的美乃滋真的绝配。再来搭配一个罗森的炸鸡排，大赞罗森的炸鸡是自取式的，这样就不用跟店员说话了。罗森 L 炸鸡原味238日币，台币54。把炸鸡排放进去刚刚的美乃滋鸡肉饭团，这是什么邪恶的美味组合？罗森炸鸡的表皮也是添加胡椒的颗粒口感类型，虽然炸鸡的炸皮与油脂口感较重，但炸肉一样是多汁的鸡腿肉排，搭配增量美乃滋鸡肉饭团，吃完直接饱到不行。虽然很饱，但还是要搭配一个罗森可乐饼。罗森北海道产马铃薯牛肉可乐饼108日币，台币24。可能是因为放在架上已经冷掉了，我又再拿去微波的关系，面衣没有之前影片介绍的 7-Eleven 可乐饼轻薄酥脆。希望以后有机会吃现炸的看看。7-Eleven 软绵鲜奶油戚风蛋糕400日币，台币92。因为价钱和卖相被我抽过好久的美味甜点，看起来只有蛋糕块和鲜奶油，很普通的感觉。结果这2样的美味度让人超惊艳。戚风蛋糕是非常松软细致、入口即化的口感，搭配一点都不腻口的鲜奶油，2样一起放到嘴里，瞬间消失无踪，只留下淡淡的奶香味。感叹真的错过它太久了。7-Eleven 黄豆粉卷饼216日币，台币49。之前影片介绍过的超好吃 7-Eleven 黑糖蜜软嫩卷饼已经没有卖了。这个商品的口感不太一样，是类似黏糊糊软滑的口感，卷饼入口即化，外层的黄豆粉也很香。而且我认真觉得超商出的卷饼片衣味道也不输专门店，完全是高级和果子店的完美平替。7-Eleven 牛奶泡芙195日币，台币44。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结果意外的美味。泡芙的表皮很干爽，口感竟然像麻薯一样有韧性。重点是表皮有够薄，鲜奶油内馅超多且不腻口，真的是不能轻易小看日本超商的任何一样商品。7-Eleven 白色鲷鱼烧巧克力奶油159日币，台币36。之前的影片开箱过卡士达口味的，这次吃吃看巧克力鲜奶油。表皮是白色麻薯造型鲷鱼烧，口感很 Q， 内馅是甜甜的巧克力鲜奶油，感觉是小朋友会喜欢的甜点。而且重点是，日本超商只要是有内馅的商品，不管价格如何，量都给的超多，超有诚意。全家八天堂水蜜桃口味290日币，台币66。之前一样在影片中开箱过原味的八天堂，这次是夏季推出的水蜜桃口味。本来以为会是将内馅调味成水蜜桃口味，没想到竟然是在中间加入水蜜桃果泥，所以味道吃起来很天然，不会有假假的香精感，整体口感依然很湿润。罗森47% 增量不加价活动的 Premium 蛋糕卷227日币，台币52。增量的部分看起来应该是中间的鲜奶油，确实可以看见中间有一大坨鲜奶油在蛋糕卷上面。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蛋糕卷的鲜奶油比较偏浓郁类型，单吃稍微有点腻。如果蛋糕卷的蛋糕体也可以增量就好了。
罗森生拌浓抹茶大福般的松饼322日币，台币74。罗森和宇治百年品牌生拌合作推出的甜点，打开可以看到松饼上面覆盖了一层大福皮，并撒上抹茶粉。麻薯皮很 Q 弹，在麻薯皮和松饼中间是非常浓郁的抹茶鲜奶油和红豆粒，松饼软绵不干涩，加上鲜奶油和红豆，打造了多层次的口感。抹茶是偏苦的类型，整体不会很甜，推荐给抹茶控。罗森软乎乎麻薯枫糖奶油松饼2个入，127日币，台币29，超便宜，分量又超大的松饼，摸起来十分有弹性。松饼的口感很湿润，稍微有些粘牙，里面包了枫糖和奶油，融进松饼的孔洞中，吃起来更加香甜美味。罗森松软玉米美乃滋面包149日币，台币34，美乃滋酱很足，玉米粒稍显干瘪，整体来说算是中规中矩。罗森软糯蒸鸡蛋蛋糕116日币，台币26，真心觉得日本便利商店的面包有够便宜，不过这款面包的口感比较像花桂，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7-Eleven 果肉添加草莓炼乳冰171日币，台币39，草莓果汁和果肉占比12% 的炼乳冰，吃起来没有草莓的香精味，比较像是酸酸甜甜的果酱。炼乳冰的部分像是雪花冰的质地，不会很甜，味道相当清爽，搭配香浓甜蜜的草莓果酱，感觉刚刚好，是一款很简单淳朴的冰品。7-Eleven 富含牛奶冰淇淋甜筒225日币，台币51。每次都觉得日本超商的冰品可以把饼干部分保持得干爽酥脆，真的很厉害。饼干甜筒不会过硬，也不会湿软，很酥脆，很好吃。冰淇淋的部分奶味重，不过质地偏厚重，在口中不太会迅速融化的类型。个人觉得饼干甜筒表现优于冰淇淋。明治优格冰棒173日币，台币39，将明治经典的优格产品做成冰棒，口感介于雪糯和雪糕之间，很清爽，不会太甜。而且重点是，购买明治优格冰棒可以换一个优格，或是再换一支冰棒，超级划算。明治优格蓝莓和3种莓果口味142日币，台币32，这种优格是零脂肪的，传说中的不沾盖，真的一滴优格都没有在上面。可能是习惯台湾常见的希腊式优格，这款优格的质地偏稀，里面有小小颗的莓果颗粒，口味偏甜。明治优格草莓口味142日币，台币32，里面有草莓小碎块，味道很像草莓优酪乳，稀里呼噜的就喝完了。7-Eleven 焙茶108日币，台币24，买完后忘记拍了，这是我最喜欢的100日币无糖茶系列，添加了金番茶，味道也很好喝，焙茶香气浓郁不涩。7-Eleven 茉莉花茶108日币，台币24，买了忘拍，茉莉花香淡雅，茶味不涩，便宜大罐又解渴，是我在日本超商买饮料的首选之一。林荫绿茶139日币，台币31，日本最常见的罐装茶之一，添加宇治创业450年茶铺上林春松本店茶叶。绿茶伊右卫门139日币，台币31，买了忘拍，百年茶铺京都福寿园和三得利推出的茶饮。麒麟生茶139日币，台币31，喝完了才想起来要拍，茶味很清爽，喝起来轻盈顺口，甘甜不苦涩。全家 Afternoon Tea 兼修夏多内香斯里兰卡红茶108日币，台币24，能在超商用铜板价喝到 Afternoon Tea 的茶真是太划算了，因为通常他们店内一杯茶的价格是880日币，台币202，等于只要用约13折就能买到。这一款茶饮虽然是葡萄口味的，但因为是无糖的，所以葡萄只扮演了增添香气的角色。个人觉得喝起来很像无印良品出的葡萄博士冷泡茶。
全家 Afternoon Tea 兼修格雷伯爵茶108日币，台币24。这是我在市面上喝过最好喝的格雷伯爵罐装茶饮，而且重点是好喝又便宜 ，CP 值真的爆表。全家 Afternoon Tea 兼修荔枝南非国宝茶113日币，台币25。荔枝的味道没有到很重，最主要还是南非国宝茶的味道。明治 R1 优格饮156日币，台币35。R1 优格饮有好多种类，不过重点是当时购买还有送一瓶明治牛奶，94.9% 医生推荐，推荐率比高露洁还高。不过超小瓶，不到2口就没了，味道就是比较稀的不太甜优酪乳。麒麟 iMuse 免疫 Care 乳酸菌饮料163日币，台币37，继无糖茶我在日本最常买的饮料第2名，号称有1000亿个乳酸菌可以维持人体的免疫力，味道有点像可尔必斯，但是不会那么甜。可尔必斯的 Rich 160日币，台币36，加入了北海道牛奶的浓厚版本可尔必斯，香甜的同时却不过于甜腻，好喝。日清 Pure 400 151日币，台币34，号称添加 N1301 乳酸菌400亿个，可以改善肠内环境。不过因为是保健食品，味道更像养乐多特别酸的版本。日清香醇白桃150日币，台币34，夏季新品，包装看起来很好喝，结果味道完全是桃子香精水。立顿期间限定葡萄茶141日币，台币32。这款葡萄茶虽然果汁含量不高，但是果茶的调味还不错。哈密瓜混合果昔181日币，台币41，内含18% 果肉和18% 果汁的果昔，哈味非常重，绝对可以满足哈密瓜控。野菜生活2024夏季限定哈密瓜凤梨果昔193日币，台币44，号称不添加砂糖，且内含19种蔬果，可以补充一日所需蔬菜营养的1/3。三史特浓卡本内含血橙汽水184日币，台币42，果汁含量占比30%，喝起来果汁味真的很浓郁，而且葡萄和橘子的组合竟然一点都不奇怪，好喝推荐。7-Eleven 大袋奶油花生258日币，台币59。我家人是花生控，据他评比 7-Eleven 全家和罗森 7-Eleven 的花生是最好吃的。最后要来开箱日本 7-Eleven 相当人气的几款饼干。7-Eleven 发酵奶油洋酒香葡萄奶油三明治3入420日币，台币96。由于六花亭的招牌商品兰姆葡萄夹心饼干在非北海道地区实在不好买，所以想尝尝看的人可以买 7-Eleven 出的这个版本。2片厚饼干夹着大量的葡萄干和入口即化的鲜奶油，葡萄干不是很硬的那种，且带点酒味，虽然很美味，我每次去日本都要买好几包。但是在我心目中还是六花亭略胜一筹。再来是银葡萄在 7-Eleven 贩售的小包装饼干系列，银葡萄旗下的品牌包括知名的东京 Banana、Butter Stats 和砂糖奶油树等等，而现在不用特地跑专门店，也可以轻松在便利商店买来尝鲜了。7-Eleven 奶油曲奇饼干3入322日币，台币74，包装上面有银葡萄和 Butter Stats 的 logo。饼干的形状像一个小火山，表面覆满一层砂糖，饼干吃起来酥酥沙沙，充满了奶油的香气。可以看到饼干中间是有许多孔隙的，口感十分特别且美味。7-Eleven 砂糖奶油树饼干3入268日币，台币61，包装上面有银葡萄和砂糖奶油树的 logo。砂糖奶油树是我从日本回台湾前在机场必买的伴手礼，目前市面上感觉比较难找到类似口感的饼干。它的饼干体是一层一层的，但不是像丹麦那种油油的感觉，而是干爽扎实的口感，嚼起来非常香，搭配中间的白巧克力真的超级好吃。
7-Eleven 砂糖奶油树浓莓巧克力口味，3入290日币，台币66。春夏限定的浓莓口味，中间的夹层巧克力中有40% 是草莓，所以草莓味道真的很浓郁，是带点微酸的感觉，完全不是一般香精可以比拟的。如果喜欢砂糖奶油树的话，也很推荐到门市购买各种口味来品尝。除了刚才介绍的原味和浓莓，之前还吃过抹茶、苹果、草莓巧克力口味的，包装好看，价格实惠又好吃，真的超级无敌推荐。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日本各大便利商店一直在推的买1送1优惠。好像不是很多人介绍过，但因为我真的觉得超级优惠，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通常某个商品新推出或是做促销，它就会挂上这个买1送1的牌子。例如图中我在6月6号到6月12号买左边这4样商品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无料饮换券，在6月13到6月26得到右边的明治牛奶。所以养成了我一进到日本便利商店就开始找买1送1牌子的习惯。还有像是这个明治冰棒，因为新上市，为了吸引消费者尝鲜，购买后就可以拿无料饮换券，再换冰棒或优格，真的有够划算。许愿希望台湾超商也能引进这样的活动。以上就是50样超商美食开箱评测，有没有你感兴趣或是想额外推荐的商品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